伊娃的科技生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伊娃，欢迎来到本期伊娃的科技生活。今天呢，黑鲨是正式发布了它的新一款的全新的游戏手机，叫做 Halo。听这个名字，大家就可以知道，一看就是游戏定位。但是呢，它并不是第二代正式的黑鲨游戏手机。他们官方告诉我们称，这个手机呢，在定位上其实是和黑鲨手机是平级的，只不过是呢，在设计上更轻量一些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它还是主打游戏嘛，这个手柄也能看出它的特色有所不同。所以呢，本期的体验我们就重点看看，用它来打游戏是不是真的够爽呢？在外观上，这款手机一眼就能看出其游戏属性的定位。除了有可以发光的 logo， 边框处也加入了 RGB 的灯带。进入游戏模式时，所有灯光亮起的那一刻，你就会觉得这是一台电竞设备无疑了。这也契合了所有游戏玩家从 PC 那个时代带过来的一种感觉，那就是电竞游戏一定要有光。再加上机身前后的线条非常硬朗，有一丝肌肉的质感，这样的气质也非常符合电竞设备一直以来在大家心中的印象。整体设计的外形手感都沿袭着黑鲨游戏手机，只不过后背变成了玻璃盖板，在粗犷中又加入了一丝时尚感，这也是官方所称的轻量唯一所在。机身正面采用的是一块 6.01 英寸的 18:9 AMOLED 屏幕，机身内部还搭载了独立的图像处理芯片，支持 DCI-P3 和 sRGB 色域切换以及智能运动补偿技术，带来色彩相对精准、无延迟的游戏画面。屏幕本身支持 HDR 显示，考虑到现在国内还没有游戏支持 HDR 显示，那黑鲨也很贴心的带来了 SDR 转 HDR 的技术，通过算法来提高细节的表现力。不过由于手游本身的贴图质量不高以及大场景过少了，所以呢 HDR 画面也并无质的变化，只是感觉观感更通透一些。这块屏幕在玩游戏的时候，你确实可以感受到颜色非常艳丽养眼，但是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 ，AMOLED 屏幕显示红绿过于浓郁的问题还是存在的，所以看内容时间长了，眼睛会比较疲惫。既然卖点主打是游戏手机，那骁龙845处理器是必不可少的。可是呢，市面上骁龙845多了去了，所以接下来它不只是有处理器，还有别的东西。除了 CPU， 黑鲨游戏手机 Halo 还搭载了双液冷，可以给 CPU 系统、射频天线模块和拍照硬件模块进行散热。而双热管散热带来了10瓦的传热能力，比普通热管会提升1倍。在我们进行游戏测试时，仅凭双手感受，温度确实温和了很多，仅仅是温暖，而并不是明显发热。系统显示 CPU 温度为39度，也确实见到了降温效果。温度的降低可以让 CPU 有更多的时间以高频率运行，对游戏帧率的稳定可以有很大的帮助。在进行王者荣耀游戏的时候，打开帧率显示可以基本稳定在60帧，即使大型团战现场也只是掉到了59帧。而在安兔兔跑分的成绩上，28.6万分的成绩也足以为这款手机的游戏性能来证明了。在游戏体验上面呢，它加入了 Shark 模式键，打开即可进入 Shark 模式，自动优化系统进程并显示游戏聚合页面，这也使得玩家进入游戏这件事儿更有沉浸感和仪式感。前置双扬声器的应用，使得在游戏中双手握持手机不会挡住扬声器的开孔。前置立体声的应用呢，可以提高比如说像绝地求生这类需要听声辨位的游戏体验。官方保护壳也一样支持外挂官方手柄，通过物理手柄的辅助，确实可以大大提高游戏体验。在降低手滑误触的同时呢，也可以提高游戏操作的速度。个人经验认为就玩游戏这件事来讲，有更专业的设备确实有助于游戏成绩的提升。在系统方面，黑鲨手机的 Shark 模式将游戏和相关功能优化整合进一个页面，各位就可以理解为手机中有2套 UI， 一个像手机，另一个更像掌机。进入游戏之后，从屏幕左右向内滑动就可以打开游戏 Dock 了，方便实时快速调整一些参数。而点击 Dock 上方的 Game Studio 就可以针对游戏进行更高阶的性能定制，例如可以手动调档选择 CPU 性能，也可以定制私人的显示策略，例如开启 HDR、调节色调、饱和度、对比度等等等等，还可以调节音频策略。比如在某些游戏中，聆听脚步声尤为重要，你就可以把低频调大来突出脚步声。以及可以调整触控策略，在跟手性和稳定度之间找到适合游戏、适合自己的操控体验。这样开放一些硬件参数的定制呢，可以让玩家在游戏中针对自己的喜好和习惯来配置手机，从而让游戏更优秀，可以说是非常贴心了。顾名思义，作为一款游戏手机，它的游戏性能是没得挑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要作为综合方面来考虑，比如你要比拍照、比 AI、比这个系统的应用性，那它还是差点火候。总体而言，感觉有点像打游戏很好的这个偏科生。但是呢，作为游戏来讲，其实在没有使用体验之前呢，很多人会认为它不就是一个打游戏好一点的手机嘛？但如果你真的使用过之后，你会发现，其实软硬件的结合，包括一些系统优化，包括一些细节点带给你的触感，就甚至说这个手柄带给你的这种打游戏的时候的这种感觉，终究还是不一样的。OK， 所以我们的购买建议是，如果你是一个游戏重度玩家，你平常
非常喜欢用手机来玩游戏，想提升自己的体验的话，这款手机还是值得推荐的。但是如果你想选择一个综合能力都很强的主力机，那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考虑一下，因为在某些使用场景和使用领域上面，它可能表现并没有那么出色。不知道大家对于这款专门用来打游戏的手机怎么看呢？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伊娃的科技生活留言告诉我哦。那当然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粉丝群，能够进一步和更多喜爱科技数码的朋友一起交流。好啦，我是伊娃，本期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要去打游戏了，拜拜。